据外媒消息，不久前，美国又派出负责南亚事务的高级别官员去斯里兰卡了，施压去了。他想获得地处咽喉位置的廷可马里港。那最直接的目的呢，就是要封堵对抗中国，断掉中国西出印度洋之路。欢迎来到张斌观察，我是张斌。说到廷可马里港啊，这地方咱们大家听起来都挺陌生的。其实它是在斯里兰卡的东北角上。斯里兰卡，你看它像一个大水滴，我们在地图上看哈，它就在这个印度的边上。可是呢，它扼守着整个孟加拉湾的这个位置。如果在这个地方军事角度上来说，它是可以封堵住孟加拉湾的。要说起这个廷可马里港这个地方啊，那确实是一个好地方，深水良港。除了港区，它整个这个大的范围之内，而且风景挺优美的，有1万多公顷啊。就是它现在这个廷可马里港本身，它就有5个深水的码头可以停泊大型的船舶。这地方呢，一直是英国的地盘，在2战之前呢，是英国太平洋舰队的驻泊地。后来呢，直到50几年斯里兰卡独立之后呢，英国这个势力才从这边撤走啊。这地方啊，它的位置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近年来，这斯里兰卡的经济非常的差呀。你看，它主要靠旅游业。前2年有疫情，那这旅游肯定就黄了。而且最是雪上加霜的是，它的游客来源主要是中欧和东欧地区，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游客。你现在俄乌打成这个样子，谁还有功夫来这个旅游呢？还有一点就是斯里兰卡它出口它自己的农作物，但是问题在于它被西方给忽悠瘸了，它去搞那个所谓的绿色农业，它不是不能搞绿色农业，可是你没有那个能力，或者说承受不了绿色农业这种产量低的这种情况之下，效率低的这种情况之下，你不能盲目的去搞这事情。这一下可好，这么一搞的话啊，这个绿色倒是绿色了，整个这个农业效率大幅度的下降，这一下可就是雪上加霜的一个事情了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斯里兰卡一方面呢要向世界银行谋得更多的贷款，另一方面呢那肯定要增加收入啊，就打起了这个廷可马里港的主意。这地方呢确实是太好了，斯里兰卡想把这个地方啊转出去换点钱啊，当然不是把这个地给出去，他是想把它给租出去来换钱啊。那但是他这个租的条件啊非常的优惠，他甚至都让渡出了一部分的主权，而且呢，就即便你不完全用这个廷可马里港，你把它全包下来也行，你用一部分也行，或者说在这个港区整个大范围1万多公顷的地方，你再做其他的开发，你建点别的什么东西，它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就可以给你用，里边其实也暗藏着一定的军事上的用途。那美国对这地方一直盯得很紧啊，美国继承着英国的海洋霸权，这地方有多重要，它太清楚了。但是以前的这南亚地区，比如像印度啊，像这个缅甸呐，还有这些地方，它并不是它重要的军事针对的点。你看，美国虽然在印度洋的迭戈达西亚基地布有重兵，但是这地方呢，它主要是为了钳制这个中东地区的。那现在美国一看不同了，它想在这个地方设这么一个点子，封堵住孟加拉湾，因为这孟加拉湾它又牵扯到一个中泰中缅的之间的这个合作呀，那这可就是个咽喉位置了。所以美国对这个地方非常的感兴趣。其实他们早就下手在联系，而且呢，在联手印度，一直在给斯里兰卡施压。问题就在于，现在美国它给不出这种实质性的这个好处，从经济上你怎么去带动斯里兰卡呢？你是不是能付出那么多的钱，或者什么回报，有什么收益呢？你光靠着硬压未必就买你的账。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，你现在光抡着那个棒子，你怎么也有点胡萝卜呀？所以这里边其实也反映着美国整体这个综合实力的有所欠缺、有所下降的一种情况之下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从这一点上我们也能看出来，美国遏制封堵来对抗中国这个大的战略，那是一步一步的在往前推进，不管它做得成还是做不成，这个步骤它一定是往下去推。我们一定要关注美国的各种动作。